大家好，我是机学就有青图啊。那我们上一节课呢，我们把这个产品呢进行了一个斜率的一个分析。那我们这一节视频，我们把这个产品进行一个分模。那我们前后模啊，通过我们的分析斜率分析，已经把它呢具体的已经印在我们肉眼能够看得到了，是吧？脑袋里面也清晰了。那我们现在呢动手，通过这个优金软件啊，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做我们的一个分析面。那我们的分析面呢，在这里呢是有人可以看到的，是吧？在哪一个位置啊？在这个蓝色和这个洋红色相接的一个位置啊。当然，在这里呢，新手同学呢可能会有2个疑问了，是吧？第一个啊，老师啊，我们这个位置的分析面我们应该怎么去做？第二个，我们这个分析面应该怎么去选取，是吧？做的话呢，我们通过软件我们能够直接做出来。那选取的话呢，是吧？有同学会纠结，老师我们这里有2个啊，第一个我能够这样子直接拉出来，是吧？第二个能够往下面拉，是吧？这里有2个方向都能够把我们的分析面做出来。你为什么啊？我们选择的是这一个啊？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一个而不选择这一个呢？等一下在后面啊，我会给大家一个解释。那我们呢，先把这个分析面呢把它做好做出来。那我们这里做分析面的方式呢，就是说有面的我们抽取面，没有面的我们自己去找线再做面啊，因为面是由线所组成的。那我们有面呢，在这里呢，我们选择我们的插入关联复制，我们选择抽取几何体，在这个位置呢，我们选择抽取这一个面。那这里呢，我们把上面2个选中啊，关联固定于当前的时间初级，还有一个隐藏原先的，大家也可以选啊。如果说没有选择这个隐藏原先的呢，我们选择确定，那我们这个片体呢只是抽取出来啊，只是抽取出来。如果说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把它删掉。如果说我在这里插入啊，关联复制抽取几何体，选择这个面，那我在这里呢选择隐藏原先的，选择确定。那大家看到我的产品呢会隐藏掉，自动。当我的产品隐藏掉以后啊，我们自己的这个分析面呢已经抽取出来，是吧？但是我们这个分析面呢是比较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分模的一个意义是什么？我们的模人是一块整体，是吧？那我们要把它分成我们的前后模人，我们是不是要做一把刀？那这一把刀就是我们的分析面，这个是我们的前，这个是我们的后。那如果说你的刀，大家看一下，只在这里。那这一边和这一边，也就是我们的刀比我们的这块铁啊都要小，大家觉得还切得开吗？能够把它切成前后扣吗？后吗？我们肯定是切不开的，是吧？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的这个刀片，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分析面，一定要大于我们的这一个模人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把我们的分析面外围呢做大。我们抽取以后，我们把它放大了就可以了啊。在这一个位置呢，有一个插入修剪，在这里面呢找到修剪与延伸，选择按距离，选择我们要延伸的边。如果说我们单条的就选择，在这里有个单条曲线啊，也可以，就是会一条一条去选。同时我们也可以去选择了啊相切曲线。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外围呢一次性选中。那我们所延伸的距离啊，根据大家的一个实际情况，你想要延伸多少啊？我们通常呢会选择做多一点，因为我们的模人啊，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一块铁，它最少会比我们的产品大一个25到30，大25到30左右。所以我们这个距离呢，最少啊要大到超过30。那我们呢做多一点没关系，是吧？比如说我做个80啊。那我们这一边做完以后，我们大家再来看一下，是吧？我所做出来的这个片体，我还有一部分跟这个产品呢是重叠起来的，是吧？那也就是我的片体只要做到这里就可以了，这一部分多的，那我重叠的我不要，重叠的不要，我们要把它干掉了，很简单，我们在我们的插入里面找到组合，选择求差，求差的话呢，在这个保存工具体这里打个勾。啊，然后呢，我们先选择我们的目标，那我们是这一个片体，是吧？我们要把它去掉一点点东西，那也就是里面的这一点的东西。再选择工具，工具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个产品啊，把它相接的位置把它去掉，所以我们的工具体就是我们的产品。然后我们选择应用，那我们去除完成以后，哇，我们可以呢编辑啊特征，我们移除参数，框起来，选择确定。
也可以在这个选择参数的时候，如果说大家不习惯去框整个东西啊，你们也可以选择特征啊，移除参数，然后呢，我们直接按住我们的 Ctrl 加 A 啊 ，Ctrl 加 A，Ctrl 加上 A， 这个呢就是全选啊，就是说它自动会把你这个界面里面的东西会全都选中，然后我们选择确定也可以。那我们做完这一个位置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是吧？这边的一个部分啊，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分析界面呢，大家能够看到它是一个绿色的，那也就是说我们有2个选择，我们能够选择上面的这一条，是不是？我们也能够选择下面的这一条。那我们在这里呢，我要选择的是上面。为什么我要选择上面？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选择上面，在这里可能有一些同学担心的问题，是吧？老师，我们不是讲接下面的话，是吧？万一如果说跑披风了，不会影响我们这个位置吧？是吧？不会影响我们这一点点外观吗？我告诉大家如果说在这里我们这个面这个零件100%的跟另外的位置呢会有一个装配，就像我们的电池盖一样的，所以你这里和这里哪一边有毛刺它一定都会去刮，没办法的，这是第一所以呢我们会选择做上面。第2个选择的理由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这里所选择的下面的这个面，在这里呢第1个面第2个面，第3个面。有3个插穿的位置，这3个位置我们把它叫做插穿那这上面呢，我们就只有这一个面和这一个面，也就是说只有2个面，1、2，这里呢是有1、2、3，是吧？我们插穿面比较少对于我们的产品封胶以及我们的前工具配膜，我们要方便很多，这是第2个。第3个呢，就是说在这一个位置。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小小的台阶，是吧？这样子的面，这样子的小面，这一节在这里我们是属于一个封胶面的。那要这样子的小面，我们可以量一下它的一个距离有多少？它就只有 0.8 1个毫米都没有。0.8 的话，我们在实际加工的过程中，这个位置不可能是直角配直角，包括这一边也不可能是直角配直角，都会有一点凹角。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的实际距离已经很少，然后这个位置的距离太少了。我们的配合封胶不是那么美好所以我们综合考虑，从封胶来考虑从我们的配合来考虑，还有呢从我们的加工来考虑。加工为什么要从加工考虑呢？因为你这里多了几个面，大家看到没有？这样子的面，那上面呢是直接一条直接这样子的，你在里面呢刮来刮去，并且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你还要去做一个放电加工，所以综合这几点，我们选择的是上面的这一个位置的一个理由。那我们同样的把它抽取出来，这个面，是不是？还有包含有这个面抽取这个面的时候呢，我们千万呢不要把它漏掉了。抽取完成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些面呢都是一个单独的我们按住鼠标右键可以切换这一个面分析和一个带边着色的一个状态这2种状态可以进行一个切换大家可以看一下按住鼠标右键不动。那我们要把这一边的位置还是一样的老规矩，是吧？我们要把它进行一个延伸。那这个延伸的时候，我们如果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单独的片体虽然我们抽取这么多，但每一片呢都是单独的。那如果说我们朝着它这边进行一个延伸，是吧？可以。那时候我能够选中这一条吗？不可以，是不是很麻烦？所以我如果说每一条像这样子每一条都去延伸，这样子的，大家有没有感觉很麻烦？所以呢，我在这里做这一种方式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呢，我们先把它呢做成一个整体然后呢再去做一个延伸。那我们做一个整体的时候，我们还是选择组合里面的，我们有一个缝合我们在这里呢点击一个片体然后全都把它框住。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 0.0254 的一个最大公差值，是吧？大家这个是一个最大的有个时候我们的软件默认的是 0.001。当 0.001 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改成 0.0254 这是一个最大值，我们选择应用。当我们应用完成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如果说片体和片体之间有间隙的话啊，就是说两个片体之间如果说存在着有间隙，那它就会出现一条这样子的假设线。注意啊，这个线条实际上是没有的，只是假的，就是说这样子的红线。比如说，如果说这两个片体在这里有一条线啊，有一条线，那这个片体和这个片体之间就会有问题，就是一定有问题。就也就是说，它之间存在的间隙是大于这个 0.0254 的。那你到时候去分模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啊，所以我们在用刀去切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一把刀之前，我们首先要确定的就是把这一把刀呢，我们要做好，做的没有任何问题。那我们确定完成以后，我们再去给它呢进行一个延伸，插入修剪与延伸。那我们现在去进行一个延伸的时候呢，就不必要像刚刚一样的啊，这样单独的去点，单独去点的话，大家也看到是吧？我们有一些东西呢没有选中。那我们不去点呢，我们怎么办？我们点中的东西，如果是选中的东西我们选错了啊，我们要把它取消掉。我们可以呢选择 Shift 加上我们的鼠标左键 ，Shift 加上我们鼠标左键啊。我们正常的选择的是我们要框选，按住我们的鼠标左键不动直接框上来。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直接把它的延伸，是不是？那我们把它放出来，放出来以后，我们看到这个位置跟这边呢还是一样的，跟原来开始的一种方式有重叠，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还是选择求差这个跟我们的产品求一个差，求差完成以后是吧？我们这里呢空掉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它一样的要做过来，要把它补起来呀？是吧？不然你这里空掉了怎么行？所以我们这边呢做过来吧，延长延长。那我们延长以后，我们再看一下这里，我是不是要把它扶起来，缝成一个整体我们也一样的，用我们的组合里面的缝合把它呢连起来，选择应用。那我们应用完成以后，大家能够看到要去观察这种方式这种呢是比较直接的就是说不需要大家去后续处理。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同学知道后续处理是吧？后续的去检查。就是我们有一些同学不知道这样子去看的他就会在缝合完成以后，他还会去在这里呢进行一个分析、检查几何体，是吧？选择这个片体把这些的也全都选中，然后呢检查几何体。我点了一个分析我们的检查几何体，是吧？我们再检查几何体，再来。在这里呢会出现一个边界，片体边界这里要打上勾然后打上勾以后，大家能够看到这后面呢出现的一个高亮显示结果，我们要给它点上。大家看到没有？这一种结果跟我们刚刚的是吧缝合以后它出现的那个假象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步骤我们是可以完全省略掉的只要稍微自己注意一点，而不是一定要不相信自己，一定要用这种方式。这种方式跟那种方式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那这种方式呢，只能更让我们呢觉得我们自己更加小白了。所以当我们做完成以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片体呢变个颜色选择了在这里确定这个变颜色的我刚刚按的是快捷键你们可以在编辑里面呢选择了对象显示。然后呢，去变颜色，变颜色变完，选中这个颜色以后在设置这里的一定要把这个位置打上勾，不然呢，有一些同学，老师我这里选了这个颜色了，为什么这个片体的颜色还没有变化？那就是因为这里呢没有打勾编辑对象显示里面设置。那我们做完这里以后，我们是不是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这把刀呢大概已经出来了，是吧？但是我们中间还有一部分呢空掉了，也就是这里的空了。那我们空了，我们就是把这个空的位置我们把它补起来。 OK， 我们现在补补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始是吧，我们说了这个位置的一个孔呢，它是属于一个两面派是吧，脚踏两只船的，因为它这里呢上面呢连接的是前模，下面呢连接的是后模。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能够看一下我们原本分析的，我们如果说按照我们正常的去设计，我们看一下它前面这个阿角呢是不规则的是吧，后面的这个阿角是规则的这个东西我相信大部分同学都会去选择吧，要是我去做我也会选择这里，是不是？给你们去选择你们如果说给你们两个妹子让你们在那里去选，只能够选一个一个好看的是吧，一个不好看的
你们都会选择好看的吧？我相信你们是吧？这个都是一些不应该去问的。当我们这里选完以后是吧？有同学会疑问啊，老师你刚刚开始在上一节视频我们做那个斜率分析的时候是吧？有同学讲过，老师如果说你把这个东西留在前模，那这个包锦粒是不是包在前模人上面了？那它会不会让这个产品呢粘在前模了？也有这种想法的同学呢是比较有思维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担心这个问题的话在这个产品上面呢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为什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是吧？这一个柱子，这个柱子，包括这一个中间的这两个，都会让我们的产品死死的包在后膜，包括它后面这一整个外框都是包在后膜的，是吧？你前膜才这么一点点，才几个毫米怎么可能把产品拉扯到前膜去了呢？完全不可能。所以我们这里呢就做在我们的后膜。像补这一种孔呢，我们通常选择的方式比较简单的，我们就是用我们的网格曲面 M 边曲面这个东西，我们选择了把它这个孔呢补起来我选择的呢是一个相切曲线我把它返回去吧，好吧，返回到我们的带边早色状态插入我们的网格曲面 M 边曲面。如果说在这里呢大家选择单条曲线的，大家看到你就要一直去选如果说你选一条线，它就在右下角呢，它会提示无效的截面，因为这个命令它只能够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完整的封闭的一个环，它才能够做一个片一个东西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完整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选择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去选择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让自己不要一个面一个面去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呢可以选择相切曲线大家可以看一下。当然这种相切曲线呢需要有这种阿角过渡如果说你没有阿角，是一个直角，那大家可能呢没用。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这个位置是一个直角，是不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还是相切曲线有用吗？没用我需要把它选中，它才有用。就是说还是跟单条曲线呢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再把这一边呢我们也把它做一下。那我们做完成以后是吧，我们把我们的产品拿开，我们这个刀我们该补的都补了，把产品拿开。把产品拿开以后，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是吧？我们还要把我们产品的这一个位置把它做出来，也就是把我们刚刚所说的留在前模的这个位置，这个颜色我们要把它做出来，是不是也把它抽取出来？那我们如果说去抽取这些颜色的时候，我们还像刚刚开始那样一个面一个面去抽吗？这样子去选择的话很麻烦有可能我们也会漏掉。那我们在这里呢就不要去做这一种新手式的挣扎，虽然我们也是新手但是我们要适当的去推一下呢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把它呢放到另外的图层里面去，为了方便我们的操作，移动到我们的图层到250吧。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了把我们的图层呢关闭把我们的产品放出来。那我们现在呢把我们前模的一个颜色呢要把它做一下。那这个颜色怎么去做出来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我们的分析里面呢有一个模具部件验证，在这里呢有一个检查区域，检查区域在这里设置一下。首先设置我们的脱模方向，我们是 YC 轴，是不是？设置了 YC 轴以后，点击计算器点击计算器以后再选择这个面，这个面在这里一个拔模角度设置限制，它这里是3度。大家还记得我们开始做分析的时候，我们是多少？负 0.1 和正 0.1， 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在这里选择为 0.1 我们自己给它改一下，改成 0.1 以后，我们在这里选择设置所有面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东西是不是做出来了，是吧？然后呢我再选择区域，这里我选择设置所有区域颜色，选择确定。另外的都不要去改它选择确定。那大家能够看到我前模的颜色是不是都出来了？这个产品只有3种颜色，第一种后模的颜色是这样子的颜色，前模的颜色是这个屎黄色，是不是？还有一种直身面的颜色是这种青色。所以我们要抽取的先把这一部分外围的
这种屎黄色抽取出来，然后再把这孔里面的这几个孔5个孔里面的这个青色抽取出来。至于这外面的这个青色，我们不用去抽，是吧？因为我们的分析面是这样子走过去的。那我们抽这种方式呢，很简单啊。我们把颜色区分了，我们再来操作，插入我们的关联复制选择我们的抽取结合体。在这里呢，选择去抽取的时候，是吧？我们这里呢有一个，大家看一下上面这里有一个常规过滤器。我们选择了我们的颜色过滤器，在这里呢，我不知道这个颜色是什么编号，是吧？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比如说我刚刚知道它是屎黄色，但是我在这里呢，我去找这个颜色，我找不到是吧？万一我找错了呢？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选择下面这个位置有一个第3个一个白色的纸张一样的东西，从对象继承点击它，选择我们这个面。再呢就是选了这个面以后，我们再点击确定，然后呢我们再去框选它。大家注意，我们再去把这个整个产品框住，注意整个产品框住你不用担心它后面的这些另外的颜色它不会选中的。然后我们选择确定，大家看没有？我们现在这个颜色抽取出来了，是吧？然后抽取了这个颜色以后，我们再去抽取什么东西？抽取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青色青色。那我们还是一样的，插入我们抽取结合体，选择了这个位置颜色过滤，继承这个颜色，确定框选的时候注意摆正，大家呢不要去抽取到边上那里了我只抽取这个位置，确定，检查一下，是吧？如果是不放心的我们可以呢全都放出来，然后把我们的产品呢隐藏掉，再把我们开始所做的250层的东西放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用肉眼去检查一下没有问题，是不是？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去做一个缝合把它全部框住缝合。当我们缝合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另外的位置有这个线条吗？没有吧？我们就一个整体的一个圈圈，是不是？整体的圈圈这是我们在这里的。当然大家如果说想用这个方式去检查一次的，是吧？我们把它框住，检查结合体，高亮显示，然后我们显示完成以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这里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详细信息就是这个感叹号。在这里呢我们有看到我们边界数是1，是吧？一个东西如果说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封闭的一个环，那我们只有一个边界，就是外围的这个，所以我们的1就是正确的那我们做完这个以后，我们还是一样的可以用编辑对象显示，点击它，确定，变个颜色打上勾的，可以确定，把东西全都放出来，是吧？放出完来以后，我们要去干嘛的呢？我们要去做我们的一个模人了，是吧？做模人呢，我们通常选择用我们的开始所有一模块注数模向导，把它打开，找到我们的注数模工具注数模工具，然后点击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创建方块，这个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因为它比较方便大家可以看一下，选择了这里呢有一个包容块，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选择体的面一定要选择体的面。你选择体的面呢，就是这个整个产品。如果说你选择单个面，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就只有单个面的大小，你就只有选择这单个面。但是我们的模人是包含整个产品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是选择体的面。那体的面是大多少呢？我刚刚开始说了，是吧？我们是大30，25到30，这是我们模人的大小我们经常会这样子去进行一个设计，因为我们的一个分模我们是为了我们真正的设计做一个基础的，所以大家呢不要尽量稍微呢养成自己的一个工作习惯。那我们做完以后，刚刚说的，我们这把刀呢要把这个东西切开，是吧？那我现在大家能够看得到，我这个铁呢只有这么大，那我们的刀呢是不是比它大了？我们可以去切了，是吧？并且我们的刀中间是没有间隙的，那我现在就把它切开。切开的方式呢有2种，我们直接去求差了也可以。第一种呢，我们求差直接选择实体，再去选择我们这把刀，选择应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呢也可以把它拆开了，
这个是这个前后，是不是？这个是我们的第一种方式啊。还有一种方式呢，我们也可以呢把它去切开。那我们是用什么方式呢？在我们的插入里面啊，我们有一个拆分体，修剪拆分体，我们选择我们要拆分的这一个东西，然后呢再选择面或者平面，我们点击我们所做的这个面，选择应用，也能够把它拆开啊。注意这里选择的是面或平面啊。那我们拆开完成以后，是吧？我们是不是完成任务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前模，这个是我们的后模啊。我们给它变个颜色，这里呢我就按了快捷键了啊。这个变颜色的这个东西，搞个红色吧啊。每次选这个颜色呢有一点点尴尬啊。虽然看到很多颜色，但是有一些颜色呢不怎么想去选，是吧？啊，比如说绿色啊、黄色啊。虽然很多同学也喜欢这个颜色啊，我们再把它拆开看一下啊。拆开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啊，我们这个模人怎么前模和后模中间没有间隙值啊？是吧？还是合起来的。虽然拆开了，但是当这两块模人合起来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去哪里生存呢？我们的产品的空间都没有了，是吧？正常的不是说，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个方形的产品，是吧？那我们如果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两块模人里面，我们把它挖掉一部分的？是吧？这个是前模，这个是我们的后模，是吧？也就是我们的后模这里我们应该挖了一个坑啊，前模也挖了一个坑啊，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的产品的形状在这里面出来啊，是吧？才能够让我们的塑料能够进入到这个模具里面来。像我们现在所做的这样子都贴死了，那我们的塑料怎么进来啊？所以我们这里呢还漏掉了一个步骤，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产品呢要跟我们的模人呢要求一下差，看一下是哪一边啊。我们的前模的形状呢是没有问题的，是吧？啊，如果说自己担心有问题的话啊，也可以拿着你的产品，我把这个分析面隐藏掉，也可以，如果说担心有问题的啊，你可以拿着你的产品跟你的前模了，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求差啊，点击它，点击我们的产品，选择应用。那我们看到啊，工具体完全在目标之外，也就是这两个东西呢没有接触，就是没有那种干涉的问题啊。这两个东西最多只是挨在一起的，是吧？没有深入的了解啊，它只是挨在一起，也就是这两个东西呢，就像我们握手一样的，是吧？啊，握手一样的，皮肤挨皮肤，没有说皮肤伸到肉里面去了啊，没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这个是这一种。那我们再把它呢看一下后模，后模我们再用我们的模人啊来求个差，和我们的产品选择求差。那它这里呢我们能求差了，是不是？当我们求差完成以后，大家再可以去看一下啊，它这个里面呢绝对是有间隙了的，是不是？现在这个空间我们产品的空间就有了，是吧？ OK， 那我们这里做完以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一边啊，这一边的话呢，我们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这一边呢有比较长的一截距离，是不是？那我们正常的来讲，我们产品的一个封胶位呢是不需要这么多的啊，我们的封胶位呢是根据我们产品的胶位进行一个变化，小的位置呢我们做3到5个毫米，中等的呢我们做到6到8个毫米，大一点的我们做到10到15，是吧？再大一点的我们15个毫米以上的也有。那我们这个产品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吧？比较小的，尤其是我们这个胶位部分，我们是只量这个位置啊。我们所说的胶位部分，不是说整个产品的大小啊，而是说你这一个位置的封胶位的，就是说你这一节，比如说我这里是觉得这个部分太长了，是吧？那我这里的封胶只有这一节，所以我只算这一节的一个长度，而不是说把这个整个产品都算起来啊，是吧？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啊。不然一个整个这么大的产品，如果说一个几百个毫米的产品啊，这个位置只有一点点凸出来的，我们在这里做一点封胶位，那你还按这一个整个几百个毫米的大小尺寸去算吗？那你这里做的
是不是很难受？同样的，我们这个位置是吧？我们刚刚量了啊，这里呢有30的话呢，我们刚刚说了是吧？小一点的产品我们做到6到8个毫米，那我们这里呢取个整数啊，我们过来了做一个10个毫米。这里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来做呢？要这样子来进行一个设计呢？啊，我们来讲解一下啊，我这里正好是10个毫米，切掉一下啊，切掉一下，然后我们这一边呢啊，我们用我们的拆分体呢把它去掉，插入啊我们的一个修剪我们的拆分体，选择这一个，再呢我们选择这里呢选择一个平面，通过对象啊，通过这个平面我们把它多余的位置剪掉去掉啊，这里缝合，这里呢是跟着我们前模的是吧，留在前模去。那我们这里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做呢？来吧，好吧，有几个好处啊。第一个好处呢，就是说会减少我们的加工量。如果说你从这边每一个东西都要往这边挪，都要往这边加工，是吧？我们的加工长度啊，一个面积它是完全不对等的。因为我现在只要加工过来以后，这边直接一刀走了啊，就是 CNC 的时候一刀走，这是我们的一个加工。第二个，对于我们钳工师傅去配模的时候啊，他去配合的时候，我们的面它的一个工作量也会少很多。为什么？因为它只要配这一部分，只要配10个毫米，原先是需要配30个毫米，是不是？它是不是方便很多啊？所以呢，这两个东西我们在这里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做完以后，我们是不是不用去管了呢？不行，我们要去看一下什么呢？把产品拿开，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所做的这个位置啊，有没有形成我们的强度不行的啊？就是说有没有薄钢啊，就是容易断的位置啊？我们现在这里呢，大家看到啊，比较稳妥啊，没有任何的薄的位置，那我们就比较放心了。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前面的位置，是不是？我们前面的位置，大家再看这里来看一下，我们这里呢是一个直角，直角呢我们是通过 CNC 呢，我们是直接搂不出来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们 CNC 搂不了直角啊，它一定会带有一定的 R 角。那我们这个位置，大家再把它摆出来看一下，为什么要看一下呢？我要确定一下这个位置它会不会，如果说我们把它改一下做成圆角，它会不会对我们的产品的封胶有影响？那我们能够看到是吧？我们对于我们产品的封胶的是上面的这个面、这个面、这个面、这个面，是吧？至于我们所说的这一个面，它对于我们的产品有影响吗？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是不是？所以啊，为了我们的加工，为了我们的装配，为什么要说装配呢？因为你现在这个面前模跟后模是0配0挨起来的，是不是？那我不想让它挨起来，为什么？因为你挨起来的话，钳工师傅啊，到时候还要去啊帮你处理。我怎么样？我想把它避空掉啊，比如说我负1个毫米，负1个毫米，那这个位置空掉了，钳工师傅就不用想那么多了，是吧？这个位置不用去配了，他自己心里清楚。那我们这里呢，这个位置到 R 角，这个 R 角的大小呢，大家要看一下，量一下这个位置的一个深度啊，一个15个毫米，16个毫米。是吧？我们这里的一个刀具呢，一般的啊是3到4倍一个直径，这里呢，所以我们这里呢做一个4到5个毫米的 R 角都可以。那我半径呢是 2.5， 啊，也就是5个毫米的刀。这个是我在这里啊，我们所做的这一部分。那我们做完以后，我们发现呢，这个位置呢稍微有一点点干涉，是吧？那我们把这个位置也导个 R 角。那这个位置我们就导个2个毫米的算了，好吧？因为我们这里要保证它的一个封胶位啊，我们就做少一点。因为你 R 角做的太多了，这个位置的封胶距离它就变少了。我们现在只有8个毫米了，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位置呢，大家一定要处理到位。那我们把这里触完，那我们这个模人分得很 OK 了。当然我的这个拔模啊是没有去拔的，在我们实际分模的过程中呢，这个拔模呢我们是要进行一个处理的啊。当然这个也是在后期的知识，好吧？我们前期啊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在刚入行、刚入门啊、刚入门的时候，我们能够把一个简单的产品啊能够思考到这么多的东西，每做一个步骤我们都有理有据，而不是说啊看着别人这样子做，我也要这样子去做。
我们设计啊，我们本身的这个职位就是从无到有的一个设计过程，所以我们每做一个步骤，我们都要有自己的理由啊，都要有自己的一个思考，别人问的时候能够做出来啊。那这个就是这一个简单产品，一个入门级的产品的一个分模讲解，感谢大家的收看。